我们先来看一下光池的性能。右侧这个是一个光池的节点，然后左侧我们用8个任务通过 TCP 内部的回环，疯狂的给光池的节点发交易。因为这两个进程是在同一个无伴图上面。好，光池已经在处理交易了，左边已经在发交易。那么发交易的过程呢，我们以8个任务发出10秒钟，然后10秒钟发完再发一笔交易，用最后这笔交易的时间来统计所有的性能。总共发了1997357条交易，然后最后一笔交易是在这里完成的。总共的时间是10.31秒。这一次 TPS 在193722.8，在20万左右。这个是我们 TPS， 就是每秒处理的交易数量，这个是区块链的一个指标哈。好，我们看第二个指标，这里有一个值是 0.030 秒，是30毫秒。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客户端给光池的节点发一笔交易，然后它等待，直到等待光池给它返回一个回值。这个所需要时间目前是这一次这笔交易的测量是30毫秒。那么光池在拿到这笔交易了之后它打包，它发起提案，它等等执行，整个操作的流程差不多是一个30个环节的流水线。最后它在它的这台电脑的系统里面光池广播了这个回执就结束了。然后用户呢在另外一个客户端他就收到了这个回执。所以我们光池在每秒的时候，它的出块的数量是不确定的，有时候是20块，有时候是50块。假设我是一个生产者，我要生产高度100，然后我就看我的那个交易池里有没有交易我有交易我就打个包发出去了，我的提案就完成了哈。然后如果大家都足够快，那么第二个生产者他拿到这个提案之后，他要生产101块，他就直接看了一下他的交易池，然后发出了他的101提案就以这样的速度。所以不像传统的区块链，像 Solana 这种，它是480毫秒1块，也就1秒发2块。光池它是不确定的它是高频的，它有时候20块，有时候50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数字我们看这里有8个 warning这个8个 warning 呢是指，因为我是在同一台电脑里面有2个进程，一个进程是跑着光池的节点，一个进程是用8个任务去疯狂的发交易。8个 warning 呢是8个任务发完交易之后它下线了，然后光池的节点上它就打印出来有8个刚才跟它连接的那个客户端下线了。好，所以我们观察一下哈，在这个8个在发交易，这个是每一块的在执行的时候 TPS， 这个是29万这个是17万这个是14万。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块的高度2309，然后交易数是3971这个13.4982毫秒是执行这个块的整体的所花的时间，然后后面这个29万是 TPS 好，那么整体来讲，在8个任务在发交易的时候，它的TPS 在20万左右。当8个任务发完交易之后，它下线了嘛？那么这个8个 CPU 就空出来了。空出来的8个 CPU 去干嘛了呢？它就去参与生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8个 CPU 下线了之后它的TPS 就变成你看66万57万还有90万它就骤然的上升了
所以呢，假设我的这台电脑测试的这台电脑它的 CPU 足够多的话，那么这个19万、20万左右的每秒处理的速度还会有大幅的提高。淘宝就是阿里巴巴在双11的时候，它的处理交易的峰值是50万每秒，就50万 TPS。所以我朋友讲，这个其实只要一台一个光池的节点就够了，其实是不够的哈，因为每个区块链的节点它都拿着一个私钥然后如果这个私钥被盗了，那么整个区块链网络就完蛋了。所以阿里巴巴这种处理的时候，可以弄9个光池的节点，然后轮番的生产这样如果你要控制整个网络你就最起码拿下6个节点的私钥，2/3，6个节点的私钥，你才能攻破这个网络。所以在CEX 里面，在交易所里面，在币安这种 CEX Web2 的交易所里面你要出入金的时候它有一个冷钱包，有热钱包，有一套体系去管理出入金的。当你只有小额的时候，你可能出金，你可能只要几秒，可能10秒，可能20秒，可能半分钟就够了。如果是大额的时候，它的人要出来签字的这个出入金的时间就久了哈。那假设是9个光池节点的区块链网络形成的一个交易所，9个里面有2/3的6个节点，它6个节点它确认你的这笔出金所以基本上是毫秒级就能出入金。之前我在视频上有看到阿里巴巴要用人工智能重写它所有的业务。我这个是用人工智能重写了 L1，然后我们2个人不是2个人，就是我和人工智能，我们2个合作重写了区块链的 L1，然后就形成了现在的光池。光池一开始差不多我们俩有写了cursor 的统计，应该差不多有小100万行代码然后每个模块，很多模块我们俩商量过程中都有3-5次推倒重来，不断的迭代，现在相对已经比较稳定了。所以有个大神Jack是个大 CTO， 他准备给光池写一个量化机器人就他那个量化机器人性能非常的好，上面可以写 Python 的策略，然后下面一堆 C Python就 C Python 里面有 C 语言的哈，就这样的一套系统，然后能够跟光池通过光池疯狂的快速的进行开仓平仓的交易所以呢我特别为他写了一个 SDK 先来操作一下现货的SDK 我写的这个例子它执行的效果哈。好这是一个现货的例子哈，它大概分成7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建立一个比特币第二个步骤是建立一个 USDT 2个币然后建立一个现货的交易对，然后开始订单簿里卖出5个比特币价格是5万然后它的现货的这个类型是 GTC接下来第5个交易呢是有一个买家上来了，所以呢他买了要买3个比特币价格也是5万，所以他俩成交了，所以填2个订单，你看卖单买单卖单这2个交易都填2个订单。那接下来就是账要猜一下因为我要因为成交了3个，我要把3个比特币转账给买家把1500万转USDT 转账给卖家就这2个操作哈。然后其中还有一笔内部的就是这个交易市场里面，这个交易对里面这个合约里面它有一个收款的账号，然后需要倒腾一下哈。OK 好接下来呢是一个
因为刚才已经卖了卖了3个比特币嘛，所以还剩下2个，总共有5个，所以他发起了一笔取消卖单的交易啊。这笔卖单的交易取消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两个有一个转账。什么叫转账？就是交易市场里面有2个比特币要还给卖家然后再填一个 cancel 的订单哈。接下来最后一个是改一下交易市场的一些参数哈。因为我们尤其在期货市场里面出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需要暂停这个市场，对吧？现货也可能哈，就是这个市场过热了，我们就要给它暂停，然后需要修改一些参数啥的之类的，总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流程哈。那么这个交易呢的例子这个现货交易的例子，以及刚才8个任务10秒内发了几百万笔交易的2个例子，都是在 SDK 的代码里面有哈。作为例子放在我们看一下 SDK 这个就是现货交易的例子哈，总共有7个步骤。那么之前我2个月前吧在市场上大家疯狂的在讨论一个叫暗池的东西哈，所以我花了1天的时间用Snack 写了一个电路哈。什么叫暗池呢？就是我在往市场里发起一笔交易的时候，我需要转一笔钱给市场，我要5个比特币，我要5个比特币转给他，那我要证明我是比特币的所有者，是吗？正常情况下，这个比特币的所有者就是我私钥签的那个公钥就是但是暗池呢，就是我不出示我的私钥的签名，我出示了另外一个证明，来证明这笔钱5个比特币是我的，然后这个交易市场就接收了你的5个比特币之后，然后就帮你去挂单，然后之后就成交，然后整个过程都没有出现你的公钥，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哈。所以我用 Patterson 承诺写了一个